通人脑海中的大海浪漫至极，但是科学家眼中的海是另外一个世界。突然一个浪力量特别大，这当时这个甲板上都跌倒了。晕船的感受：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进，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卧不起，十分难受。刘健，中国目前最先进的自主水下机器人潜龙2号的总设计师。您这孩子长得也挺萌啊。最感兴趣的是年轻的女士。好多人都说您是搞卡通的吧？潜龙2号整个研制周期5年半，被挨骂了，至少能有4年半。我就握着2个拳头啊，出了一身冷汗。从浅蓝走向深蓝，潜龙2号肩负着怎样的重任？哪个国家能够最先探测到，它就有优先开采权。我们获得了高清晰度的照片，这就是硫化物照片，这就是铁证。深海探测又将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将来呢，我们要实现6龙加1个龙宫，最终实现陆海空天一体联网探测，把精力投入到科技前沿，才能真正的实现领跑。开讲了特别策划遇见2020，本期演讲者刘健。迎高考，助未来。各位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高考智能教育倡导者引领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感谢熬夜标配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依旧是遇见2020。我们和这个深海来一次最有深度的遇见。地球的表面，除了陆地之外，面积最大的是海洋，71%。但是直到今天为止，我可以告诉各位，在广阔的海洋下面，我们对海底陆地的研究只有不到5%。不过，人类探索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这当中也包括中国。在今年的3月5号。中国大洋49航次的科考完成了第2航段的工作任务。那么在这个航段的工作当中，我们带上了一个深海的探海利器，叫做潜龙2号。我们今天请来了潜龙2号的总设计师作为我们的开讲嘉宾，掌声有请。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水下机器人研究室总工程师、潜龙2号总设计师刘健，有请。你好，刘老师，欢迎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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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各位，请坐。今天我还专门问了，我说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嘉宾出场的通道的这个玻璃下面要打上蓝色的光芒？他们说更能营造出海洋的氛围。前不久是在3月5号的时候，是在西南印度洋，刚刚完成了一次潜航的作业。那么这一次让很多人通过新闻认识了我们的潜龙2号。我们真的不太清楚，这个应该叫水下自主机器人是吗？对，潜龙2号呢是属于叫水下自主机器人。它整个的执行人就不在回路中了，完全他自己完成任务。哦，就人基本不参与了，人就是不参与，就像我们养的孩子，大了就得让他自己走出去了，没有办法。那您这孩子长得也挺萌啊，好多人都说您是搞卡通的吧？萌说对了，萌。那么我呢设计完之后，最感兴趣的是年轻的女士，一看都特别喜爱，特可爱这个。但是当时设计之初呢，我们并不是按照立扁形鱼去设计的，我们这个是属于实用型的产品，不是说设计一个玩具，所以实用性的产品呢，就要根据我最终所用的这个状态，比如说包括海域，它的复杂程度，它到底要完成什么任务，那么根据这个任务需求，最后我设计出来的。前面那个嘴巴是干嘛用的？就那个张着的那个黑的那一条。那个黑的呢是前视声呐。它是靠声呐来对当它的眼睛，相当于对。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啊，应该也是在国内第一次利用前视声纳作为它的避碰传感器，利用计算机控制去合理的绕开障碍物。哦。那么潜龙2号最终呢是要这个资源勘探，探测多金属硫化物。那么科学家研究所有的矿区都布置在4500米以前。那么那个区域地形非常复杂，山区，而且山多高呢？1700、800米。所以这种复杂的地形就要求你不仅要有机动性能，导航避碰的能力。我们已经发生了上千次的避碰，那么非常复杂的环境，都成功的绕过去了。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一下，为什么是这个配色呢？为什么不弄成绿色多好看呢？为什么不弄成迷彩服呢？军工是用深绿色的，它是为了隐蔽。我们这个呢是每次寻找这种亮丽的，一般来说一个是黄色的，越亮越好；一个是那个橘色的，橘色在水面上是最明显的2个原色，而且再加上晚上还有灯。对，有频闪灯。对，那个频闪灯晚上会亮。我们还有无线电，它会示位。我们还有呢，通过这个 GPS 定位，在任何地方出来，我大船都可以去回收它。所以任何一个设计都是根据它应用需求来决定的。这是不同的用途，是有不同的方案。对。那么咱们的自主水下机器人发展过程经历了哪些有意思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把讲台留给我们的开讲嘉宾，请您为我们开讲。很荣幸呢，今天能够在这个讲堂上跟大家讲潜龙2号的故事。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在我们国家水下机器人发展到今天，那么应该说已经达到了国际上的先进水平。我们潜龙系列之所以要研制，那么最主要的它的应用对象就是探测海底的资源。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陆地上的资源呢逐渐枯竭。但是呢，国际海域有大量的资源，那么这个资源的储藏量远远超过陆地。而且呢，根据国际海洋组织的规定，哪个国家能够最先探测到某个区域有资源，并且呢提供相应的数据和资料，它就有优先开采权。那么正是基于这个需求，我们开发了潜龙系列的这个潜水器。首先呢，就是潜龙1号。它主要是对平坦地形的进行大面积探测。潜龙2号呢，最主要是探测复杂地形的资源探测。因此呢，我们如果把潜龙1号比喻成呢在马路上开的轿车的话，那么潜龙2号呢就是个越野车，而且呢是个3D 越野车。潜龙2号设计完了之后，它需要经过许多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呢要经历湖上实验。本来我们呢这个湖试，我们计划的时间是2个月，2个月完成湖试之后，我们马上呢就去南海做海上实验。但是呢，我们湖上呢因为遇到了问题，我们做了3个月还没有结束，推进系统的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它包括呀工作不稳定啊、干扰啊、漏水呀、偷停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时候呢，就面临着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到底是直接到海上做实验，还是说我彻底解决问题？如果直接到海上实验，那么呢，它就面临着海上实验就是技术状态不稳定的风险。如果我不去实验，我呢把问题都解决完了，这样技术状态好了，但是它的问题就是造成拖期。因为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计划已经各级领导都同意了。如果要是一旦推迟，可能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再一个呢，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么呢，南海的海况越往后，海况越糟糕。所以我作为项目的总师，我要对技术状态负责。如果现在去，风险极大，凶多吉少。可以说经过慎重思考吧，那么当时我做出个决定，马上停止湖上实验，各单位把自己负责的东西带回去，有故障的故障归零。没故障的好好保养。为了防止在海上重复出现这些故障，那么我们马上要启动备用方案。相关人讨论的时候，我说出我的决定，我说海试推迟。当时我说完之后，他们都难以接受。
他说是推迟多长时间？我推迟至少也得3个月。我说请你们一定谅解，有时候往往急躁的时候，欲速则不达。一个总师在项目上的这个作用，就像一个船的船长一样。任何艰难的时候，你不能说哎没办法了，完了，你要有一定的抗压能力。各种压力从各个渠道全都汇聚在你这儿了，你要一定挺得住。那么回去之后不用说了，加班加点，我们赶紧的，该归零归零，该准备备用方案准备备用方案。那么最后呢，我们实验用1个月到1个半月时间把这2项工作做完，然后呢，我们又回到了湖上，又做了一遍这个充分的验证。那么它非常顺利的下去，终于开始航行了。那时候我们挺激动的。我这也搞科研搞几十年了，实际上呢，在我整个的科研经历中，可以说遇到过千辛万险，也遇到过各种疑难杂症。但是有一点，只要你始终坚持，永不放弃，只要你不放弃，你就在通往胜利的路上。完成湖试之后，我们马上呢就去南海做海上实验。那个时候其实潜气的状态已经逐渐的好了，我们已经对它逐渐有信心了。但是海况越来越差了，刚才说的越往后海况越差。那天早上我们一看海况已经达到了4级，对于 AUV 回收来说，4级海况可以说已经是顶了。但是根据天气预报呢，再往后呢海况可能还要变差。我们潜气需要工作1天，到傍晚的时候就有可能变到大4级，甚至有可能达到5级海况回收。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给潜水器回收带来风险。AUV 的回收在国际上也是个难题。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过去呢也曾经研制过这个潜水器。那么当时怎么回收呢？我首先布放个小艇，然后人呢在小艇上下去，然后呢我小艇的人去挂钩。那么当海况不好的时候，你看那个小艇和那个潜器啊，就像2片树叶一样在那来回这个起舞。我是在大船上，我观看他们操作，我就握着2个拳头啊，我在替他们使劲。他出的是一身热汗，我出的呢是一身冷汗。当时我就下决心，如果下回再有潜水器，我一定要解决 AUV 的回收问题。为此呢，我们设计了遥控器。那么呢，潜器到水面上之后呢，抛出一根绳子来，我大船呢打出去一个捞绳器，把这个绳子捞回来。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牵着潜器到尾甲板，靠近母船，我实行挂钩了，就解决了人们下小艇回收的问题。从潜龙系列开始，我们再也没有下小艇实施过回收。但是在南海实验最后一个潜次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海面上的海况已经达到了5级。如果按照这个我们操作规程的话，这是不能操作的。但是这是属于特例，已经去工作了，已经回来了。我们不管什么海况，我们肯定要去全力以赴的回收它。通常我们回收都是我们科考队员回收的。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让我感动了，就是船长跟喇叭通知所有船员，除了值班的必须在岗的以外，所有船员全都到后甲板帮着协助回收。后甲板真是一个我叫众志成城的一个这么个场面。咱们这个潜龙2号是1.5吨，在水面上简直就像一个树叶一样，来回上下漂浮不停。因为2个都在动，而且你摇晃你又站不稳，所以挂钩很困难。挂一次没成功，挂一次没成功，挂几次之后，那挂钩说不行了，我已经没劲儿了。船员我上，说这挂钩我看平了，我上，船员就帮我们挂。简单说就是在大伙全力的奋战下，那么最后呢，终于把这个钩挂上了。钩挂上是最难的一个，钩挂上之后，避免这个潜气荡起来，所以大家都把绳子都拉紧了。那么这个时候，忽然一个浪把潜气一下托起，绳子一下松了，所以有不少人咵就当时就搁甲板上都跌倒了。大伙儿都顾不上那个跌倒了是疼不疼的，衣服什么这赶紧爬起来还拽紧。这个时候呢，发现一件事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我们验收专家有一个70岁的专家，一看这种情景，他本来是搁旁边站着，他
忍不住了，冲上来就去要帮着这个拽子弹绳。我一看这个，我心里都挺害怕的，我也马上冲过去了。我说，他姓姚，我说姚老师，你千万别动手，因为我想70岁的专家，如果要是真出点闪失，说实话我担待不起。他说没事，我海上经验丰富。我说你这样，我说你动嘴，你指导大家，但你千万别动手。话虽如此，但是呢，实际上我内心充满了感激。那么就是这样，就是说在大家团结一致奋战的时候，终于呢，把潜器稳稳地吊上来了，然后呢，放到甲板上。这个潜器终于算圆满地完成了。当我意识到整个海上实验任务已经圆满完成的时候，我突然感觉那些疲惫都不见了，而且我感觉我的周围一下变得特别美好。我当时长舒了一口气，我一看，当时天是那么蔚蓝，云是那么洁白，空气是那么清新，大海是那么辽阔，我们的科考队员是那么的敬业，而我呢就身在其中。所以当时我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么经过了南海海上实验，获得了3个首次。那么首先呢，就是这是我们国家自主潜水器第一次到洋中极去进行多金属硫化物的探测。那么获得了叫近海底高精度3维的地形地貌的声学拼图。第二呢，发现了多处热液异常点。最后呢，我们还获得了高清晰度的照片。那么这些高清晰度照片呢，后来首席看到那照片的时候，一拍大腿，我就期待这些照片，因为他是海洋科学家。说实话，那照片要给我的话，我还认不出来。他照片说这就是硫化物照片，那么这就是铁证，那么可以说为后来的呢矿区评估奠定了技术基础。资源探测表面上好像离我们很远，但是能源呢对我们国家可持续发展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资源我说了，如果要是我能找到，实际上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资源的绿洲，这个实际上是对整个民族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呢，海洋到底对我们有什么作用的研究，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海鲜，大家肯定都喜欢吃，当然不一定肯定都喜欢吃啊，反正我是喜欢吃。但是呢，你比如说我海洋的科学研究，对你那个海洋物种研究、鱼类资源分布，我去培养，包括对人类的起源，人类到底怎么起源的，那么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还有一个呢，就是走向深蓝，我们不能光是说我艇开到深蓝，就愿走向深蓝，然后我飞机开过去了，你还需要做许多应急处理的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我马上就处理。比如说马航370。马航370失事之后，你根本不知道在哪，你要让载人潜水器去找，茫茫世界太难了。所以说，澳大利亚就从美国呢，我把金枪鱼运来了。金枪鱼就是典型自制潜水器，我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那么潜水器，像我们单位都有一个快速应急处理的潜水器。那么这些呢，我们都做过。实际上，潜龙2号呢由于出色表现，后来呢又参加大洋的43航次、49航次。那么现在潜龙2号正在西南印度洋继续呢探测，为我们国家的海洋事业服务。潜龙系列呢，将来呢肯定这个我们叫队伍还要壮大。潜龙3号现在已经完成了湖上实验，今年4月份就要到南海进行海上实验。将来我们还要实现呢这些潜龙家族的在水下的集群作业，实现6龙加1个龙宫。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蛟龙载人潜水器，有海龙遥控潜水器，有潜龙自制潜水器。将来呢，我们还要有深龙，去到海底打转、取样、研究。我们还要有昆龙，对这个资源探测海底进行开采。我们还要有云龙，在水下呢进行联网，最后呢数据分享。另外呢，就是龙宫呢，主要指这个水面上的支持系统或者支持平台。最终呢，我想我们还要实现陆海空天整个的一体联网探测。
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科技前沿的领域中，获得更多的原创性的科研成果，那么将来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领跑。我们要研制出更加实用的产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也一定能够实现。谢谢大家。谢谢您。萃取植物精华，科学气血双补，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液，熬夜标配，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谢谢各位，各位请坐。此刻您内心的海况已经到5级了吧？波涛汹涌。确实如此。我听您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情绪都跟着是一起一落，一起一落，紧张揪心，但每次成功之后那种释然和欣慰。我在那儿有一个监视器，可以看到您的特写镜头，感觉您的那个眼泪几乎就要夺眶而出，但您始终以一个理工男的理性和冷静强行压制着情感。这要是我一个文科生，如果经历过这些事儿，你还别说讲，还没讲了，我自己先哭会儿。尤其您说的那个70岁的老先生，去帮你们去拽那个绳子的时候，哇，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的情绪都有点难以控制。但您始终以一个理工男的理性和冷静强行压制着情感。完了，几次我的内心全被你看透了，一点小秘密都被我们看到了。您在演讲的时候，观众写了好多小纸条，问各种问题。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银鼎教育小纸条全民互动环节。一位观众说：蛟龙、海龙、潜龙2号，这几条龙到底有什么区别？蛟龙号呢，实际上是载人潜水器。那么呢，它的特点就是人在机器中。哦。后来呢，随着载人潜水器的应用，大家呢也发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因为人在机器中下入深海，所以呢，它就可能带来风险。有风险，一旦出问题，人在机器里，对，机毁人亡。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这个还有生命维持系统，它必然呢做的非常庞大。你像蛟龙号，它的重量达到22吨，所以呢，它在水下的运行啊，包括平时维护保养，那么就更复杂费用更高。所以人们呢当时就想了，说能不能我干脆人呢不在机器中，我人呢在这个船的甲板上，然后呢通过一个电缆，我去操控机器人去操作。根据这个理念呢，就发展了这个叫遥控潜水器，就是我们国家研发的这个海龙号。这个研制出来之后，也获得了广大的应用，当然也有它的不足。它整个在水下工作期间，人呢在甲板上必须全程的参与工作，那么呢劳动强度非常大。另外呢，因为有一个电缆跟船连接，所以不小心它这电缆一旦要是缠在哪儿、绕在哪儿，它也麻烦。随着计算机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导航定位技术发展，人们又想了，能不能我把人呢用计算机的智能替代？我也去掉遥控电缆，它下水前，人们呢通过这个脐带电缆去下载使命程序，把他要做的事情全部告诉他，输入给他，然后呢他自己就下海了，剩下的事儿全都要他自己去执行，他执行。所以这呢就是这3种潜水器，他们现在呢是不存在直接替代的关系。载人潜水器，因为它可以把科学家载到水下，那么科学家可以身临其境，所以他对于科学研究和精细的去操作，他更擅长。那么自制潜水器呢，对大范围的探测或者是大范围的搜索，它更擅长。应该说各有千秋，配合使用就能为我们的这个海洋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听明白了吗？3种的区别，我搞明白了。如果拿飞机来比喻的话，蛟龙号相当于战斗机，但是它需要有驾驶员、有飞行员；而海龙号相当于风筝，得人操控；而潜龙号相当于无人机。对，刚才我在底下也查了一下资料，我发现从他们的这个英文简称上面，你就能看出来潜龙2号有多了不起。载人深潜器，像蛟龙号是叫 HOV， 然后那个风筝就是带线儿的那个，那叫ROV。只有
我们的潜龙号叫 AUV。AUV， 我当时一看这个，我说，现在这个自主水下机器人在我们国家海洋探测当中的地位 ，AUV， 果然是不一样。说到这儿呢，原来有的年轻的人刚参加工作，这个 AUV 老记不住，所以呢，老同事说记不住我就给你一脚，你给一脚，哎呦喂，这回就记住。但是希望呢，这个 AUV 呢，不是都是受到挫折那 AUV， 而是将来呢，他获得更大的成就那个 AUV。另外一个观众说，潜龙2号会不会对海洋环境产生影响呢？如果碰到大型鱼类，比如鲸鱼，潜龙2号会选择绕开还是逃跑呢？如果逃跑不成功，被吃掉怎么办呢？请注意最后一句，这些你们科学家考虑过吗？你们考虑过吗？万一硌着鲸鱼的牙怎么办呢？它重1.5吨，万一鲸鱼吃下去沉底儿了，浮不起来咋办呢？万一鲸鱼消化不了，拉不出来咋办呢？这些你们科学家考虑过吗？首先呢，就是潜龙2号呢，它前面呢，因为有避碰声呐，所以要遇着大型的鱼类的话，它会把它当成障碍物。另外，我想说明的话，就是在海洋，其实不完全是在海洋，在陆地上的这个生物也都是一样。当一种生物见到一个非常陌生的面孔的时候，它是不敢轻易去。谁逃跑还不一定呢。对。你要是在较量之前，首先你得看看他胳膊多粗，你胳膊多粗啊，才能动手，否则的话，谁挨揍还不一定。所以目前能吃下1.5吨的潜龙2号的生物，我觉得在海洋里可能一般碰不到。即便要是被鲸鱼吞下去，我们一起回收，连鲸鱼一块儿回收上来。6位青年代表，你们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和刘总师进行沟通。刘总好，主持人好，我是很有幸今年参加大洋49航次，有幸一睹潜龙2号的真容。哎呀妈，哪个是你啊？就一个女生，最左边。这上面能看出谁是女生吗？哦，看到了。我天，你这穿成这样，戴个安全帽，根本已经在这上面看不出来性别。对，就是蹭了一张照片。潜龙2号，而且你看，你比旁边的男生感觉还雄壮。对，那天拍照片非常的晃，所以不是这个姿势，应该是站不住。这是回收上来以后。对，这是已经执行过一次潜次回来了之后，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小疑问啊。因为参与了这个航段的工作，也看到了完整的 AUV 的下放还有回收的过程。因为 AUV 是无缆的水下机器人，和我们船上其他的设备还是有区别。因为其他的设备多数是由缆系来控制的，所以他们回来的话，大家还都知道，至少缆在我们就可以回来。对，但是所以每次 AUV 回收的时候，我们作为像是我是地质组的队员，就都在旁边捏一把汗，就很揪心，说，哎，他到底能不能上来？比如说声通中断了1个小时或者怎样几十分钟，但我看 AUV 组的队员，他们反而很放松。什么意思？就是失去联系了？对，失去联系了一段时间。有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这样 ，AUV 在下面的工作的时候，原则上呢，我们不做任何干预。但是呢，我们为了监视方面的时候呢，就让他那个声通讯机啊，每隔一段时间发上来他的状态数据。我接收就接收，不接收拉倒。所以他有的时候是我们这么随意吗？对呀，接收就接收，不接收拉倒。不是这样，接收到我就监控但是呢，我也可以不监控，我甚至船可以到别处去执行别的任务都可以的。然后回来接他。回来接他。那么在海上的时候呢，实际上你知道海流挺大的，如果你船不开，一会儿就给冲走了。对，你根本没法在原地说我等着他。对，那么冲走了之后，它跟潜器距离一大就收不着了。收不着呢，因为我们这个司空见惯了。另外呢，他们不着急，也是他们对潜器有信心了。所以说呢，他们收不着就收不着的，不用着急。反正待会儿自己就上来了，只要不是迷彩的，我们就能看见。对。通过刘总这几次他们试验的几个潜次，
真是成竹在胸。所以这就是之前所有的胡适啊，所有的这些就是试验的意义所在，就是把问题都解决完了，踏实了。另外呢，潜气逐渐表现好了之后，你的信心也是在积累，然后呢，他才能瞅着越来越淡定了。谢谢刘总的分享。下一位，来，我是来自《海洋世界》杂志的一枚小编。哦，海洋世界杂对，志。经常有人问我，就说你在哪儿上班啊？我说海洋世界。哇塞，你海底动物园啊，你这个工作挺好，是不是看那个海豚表演不要钱呢？对，但其实我们是一个针对青少年的一个科普期刊。然后经常我们工作当中，会有一些人给我们提问啊，在后台留言。所以这次我也是带着他们的问题来的，想问一下刘总师，黄胖鱼在下潜的这个过程当中，它会不会遇到危险？它如果遇到危险的话，它有没有这个自救的装置？还是说它遇到危险它就崩了？事实上呢，我们这个潜龙2号不属于全自制潜水器，我们的要求是要达到高智能的控制。高智能控制其中就有一个，对它的自身的状态、健康情况，实时的进行检查。小故障，我只记录，为事后呢排查打基础。中型的故障，什么叫中型故障？比如说我下去了，我想照相，照相机坏了。那么我就不去照相了，我就把声学探测做了。大的问题，比如说牵扯到安全性问题了，要创底了，那么呢返回抛载上浮。西南印度洋实验的时候有这么个例子，我们的潜器下去实际上是分这么几步啊，一个呢就是加一个下潜的这个压铁，实际上就是重块。这样的话潜器呢就具备负浮力了，然后呢就螺旋式就下去了。下到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水下3000米，我下到呢2800多米，就是离底还有100多米的时候，我把这重块抛掉，这时候呢我就是基本上属于零浮力了。就是在水中可以自由走，这样的话它的操纵就更强，它节能。然后等我执行完探测任务呢，我再抛掉个压块，这个呢叫上浮压块，它就形成很大的正浮力就上来了。我们有一个潜次，也是对这个当时的地形啊和水流估计不足吧，给它下去2800米，结果呢，我们觉得快到底了，突然说的，哎，好像又开抛载上浮了，自己上来了。上来之后，我们说分析原因，我们又惊了一身冷汗，怎么回事呢？我下去了之后，本来这地方是3000米，但是那时候水流非常大，等到下到底给它冲出去了700-800米，因为地形非常复杂，地形不一样了。这个地方它的深度2500米。但是我呢是想2800米的时候我才抛个压块，所以按照使命来说呢，它就是螺旋式下降，一直朝海底就冲去，离海底就差几米了，马上就要撞到的时候，这时候呢，我们应急系统发挥了作用，它一下意识到现在潜器严重危险，如果再往下一定会撞底，肯定撞底，所以它马上结束使命，不仅把下潜压载抛掉，把上浮压潜也一起抛掉，所以潜器瞬间有很大的正浮力。潜器就上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算逃过了一劫。急刹车，所以那个潜次之后，我们呢后来又对使命下载又做了新的规定，就是考虑到地形地貌。所以我想跟你说的是，实际上呢，对于安全性设计来说，我们自制潜水器就是再过分，我们都认为是应该的。而且你们也能感觉到，科学家的每一次设计，其实都是在上一次失败的经验和教训上。对。一下发现原来在水底它的位移也非常关键，所以我估计下一次就会把这些参数加进去。对，这些事儿我都考虑下。我觉得就是孩子们提的这些问题挺好，然后您回答的更好，但是能提出这些问题的，那一定是关注海洋，对海洋有一定了解。但是我发现，在咱们就是公众的生活当中，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尤其是在我来节目之前，我就想多搜寻一些问题嘛，我就问问周围的亲戚啊、朋友什么的。结果大家提出的问题，出奇的一致，都问我潜龙2号是啥呀？对，所以就是觉着，可能大家对这个关注并不是很高。刚才你说的，我也深有体会。我有个姐姐，后来也是她看到报道了之后，她才说。我现在才知道你在搞啥。要说咱们国家600年前，我们当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舰队，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缺乏海洋意识，不知道这海洋有什么用，所以后来等于是拱手把那个海洋让给了后来的这个像葡萄牙呀、西班牙、荷兰、英国这些海上霸主。说实话，都是挺遗憾的事情。所以打那18大报告里说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这肯定是我们海洋工作者的福音呐。说到这儿呢，就说我们以后应该下更多的努力吧，去进行宣传。所以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海洋，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对对。下一位，来，刘董事您好，我来自青岛，青岛人。哦，能听出来。从小在海边长大，喜欢大海，喜欢海里边的那些生物。你是喜欢吃海里边的生物吧？吃也喜欢。然后就是我也从小喜欢画画。我女儿出生以后吧，我就用画笔记录她生活的那个点滴。女儿长大以后，我就经常带她去海边去那转转、溜达溜达、钓钓鱼、抓抓小螃蟹、小虾什么的。有一次，女儿就问我：“你看爸爸，这个鱼的颜色那么漂亮，你能不能回家画下来？就是让我晚上留着看看。”然后回家就给她画了一幅，然后陆陆续续的画了很多很多的那种海洋的生物。哇哦！哎呀！厉害哦，所有的上面的都是真的，然后下面的是你画的。对对对，大部分是自己钓的吧，有的从网上找的图，有的是从市场上看着挺漂亮，我就把它买回家，然后拍照把它画下来。哎呦喂，这个挺有意思。你画了多少了？现在？统计过吗？60多个吧。我这基本上都是真的画的有点以假乱真的感觉，是像照片一样。我也没学过画画，我就是自己琢磨着画吧。你刚才那句话很伤人，我也没学过画画，非常伤人，就画的这么好了。那个大龙虾画的太像了，您都很难分出来哪个是真的，对吧？对。你女儿真幸福，八爪鱼，你看，真幸福。这女儿现在多大了？7岁。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一问这个刘总设计师，您就是整天和海洋打交道。会不会把就是您眼中的海底世界回家讲给您的孩子听？您孩子多大了？我孩子90年的，所以说我倒想讲给他听，只是呢，他现在不在我身边。实际上他小的时候呢，我会给他经常讲一些，我在科研中的故事。一个呢也是扩展他的视野，那么让他了解的更多的东西。另外呢，我也想给他灌输一些就是科技方面的知识，那么也希望能培养他将来呢能够热爱科学。如果要说普及海洋知识的话，我觉得呢还是应该从我们自身做起。比如说我们单位的有多少人像我们这个装备啊，别人想看我们都没有机会啊，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却没有几个能看得着的，这个是非常遗憾的。有时候我跟年轻人说，我说你天天瞅着。他就天天瞅，他不觉得咋地了。我说你让你孩子或者是包括你夫人，我说他们要来，我们整一天，我们开放日。说到这儿呢，就是我们以后应该下更多的努力吧，去进行宣传。可能有些我们做的也不够，包括我来这个节目，其实我也想起到这个作用，就让大家更多的认识我们。你当然是有一个发现的眼睛，能看到这么多的色彩，给女儿留下这么一份珍贵的礼物。但是我也想告诉你的是。潜龙2号拍到的照片，有吗？我们照的照片在深海，基本上都漆黑一片，就是我们常人来说觉得看不太出来什么东西，但是科学家能看明白科学家这里面的信息。所以大海在我们头脑中一直存在2个印象：普通人脑海中的大海蔚蓝色的，里面有各种色彩的鱼，五彩斑斓，浪漫至极；科学家眼中的海。是往着深蓝更深的地方，海底的陆地地貌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有机会，我觉得可以把不同的海洋都呈现给孩子。你还会打算继续画下去吗？对，我会一直画下去。出版社也有意向，想出一本《中国近海洋生物手绘图鉴》吧。他们找到我去画这些东西，反正也只是一种兴趣爱好。反正他让我画，那就画呗。你说话总是很伤人。反正我也没学过画画，出版社来找我，他让我画我就画呗。这次还带了2个小礼物送给刘总和那主持人您。哎呦，
谢谢。哎呦，还做成小挂历了。哎呀，谢谢您，太好了。谢谢，非常感谢。你这确保都是你画的哈？对对对，你没有拿照片糊弄我们吗？没对。如果不是你告诉我啊，我肯定是因为觉得这照片照的。对，而且颜色极其丰富，你看。对，其实这些海鲜在市场上大家看的都是脏兮兮的，没人去那仔细看它。但是其实它们活着的时候颜色都是很漂亮的。太好了，你说话非常伤人。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挺好看的。这些海鲜吧，他把自己画的画叫这些海鲜吧，海洋生物啊，海洋生物。谢谢，再次感谢你的礼物，谢谢，谢谢主持人。下一位，来。蔡老师您好，刘总师您好，我是一名水下机器人的研究爱好者。这几年，人工智能的技术其实越来越趋向于成熟，可以说是把无人车、无人飞机这样一个领域推向了风口浪尖。但是水下领域却似乎没有人涉足，因此我就很想请问，人工智能的技术是不是在水下机器人的研究这个领域已经落后半拍了呢？人工智能应该说呀，它呢并不是针对某个领域的。它是单独的作为一个发展方向在发展，所以说呢，你航天也好，陆地上的也好，或者水下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用现成的人工智能发展成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应该是共同的。但是为什么人工智能在航天应用的更多了呢？我觉得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航天呢，它这个有个通道，它是非常畅通的。无人机开过去2小时到了，我得好几天。等到了呢，这时候我通讯够不着了。现在呢，说人工智能发展，说实话，只是说呢，在某些领域它可能做的比较好。那么包括咱说下象棋、下围棋，因为它有规则。对，它有规则。但是尤其是到一个未知的世界，你人工智能就更难。你说我空中不完全是未知的，我各种卫星照片什么的，我都可以照几10次。但是到海洋，我们掌握的信息很有限。所以说，这些未知世界，你要完全靠人工智能去工作，这个确实难度更大。其实，我个人是特别倾向于在机器鱼的这个水下研究做出一些自己的探索和努力的。我曾经呢和我的团队做过一款水下的仿生机器鱼，今天我也带来了实物，这个是现场的实物。哦，它可以实现一个像鱼一样在水里面前进。左右转弯，上前下浮，它呢靠这个尾巴左右摆去推进。对。那你那个上浮下潜是怎么？它里面有一个可以改变重心的东西，它可以把一个铅块往前移，然后头就朝下了。对，然后尾巴再摆，它就往下游。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作为外行，你这为什么非要？小心，有点沉。不是有点沉的问题，有点贵，我觉得这个。这个你为什么要做成这种摆动？就后面装个螺旋桨不就完了吗？因为我们是想做一个仿生的。其实我在做这条鱼的时候，遇到过和刘总师相似的情况。刘总师的乾隆2号可能真的太像一条鱼了，而我觉得我的这个作品可能更多的像一条机器，可能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就说你这个东西会不会中看不中用，靠不靠谱？我们设计完了之后，说句实话，也有人说的。你就按什么仿造鱼啊？说实话，既喜悦也担忧。喜悦的是什么？外形确实挺萌，但是担忧的时候呢，也是别到时候整成像玩具似的了。如果我用不上，说实话，在这个业界，人说刘总师那玩意儿就是能设计小孩玩具，还挺适当。最后把刘总师调玩具厂去了。我想说啥呢？我们这个乾隆2号整个研制周期5年半，后来我们都开玩笑，因为前面遇到各种问题，老拖期。那么我呢，我说我被挨骂了，至少能有4年半。说你怎么搞的？你为什么这又拖期，那又拖期，每回都是拖期？完了你还贼有理。那最后真正的改变这个看法的，就是南海海上实验。自此骂声呢，以后就听不着了。所以我觉得呢，对这些暂时的一些，比如说误解，我觉得完全可以暂时先不在意，最后用事实向他们说话。我也相信，像有刘总师这样优秀的总设计师，我们的乾隆号一定会越潜越深，越潜越远。谢谢你们。
主持人好，刘总好，我是水下摄影师。这是你吗？左边是我拍摄的作品，右边的是我自己，是在一条大鲸鲨的下边，然后水下的英姿太漂亮。那可能一提到潜水，很多人会认为就是背一个瓶子，然后在水下呼吸，但我们呢是自由潜水。仅靠自身的肺活量，憋一口气，然后下潜深度的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样哈，因为我们在自由潜水的道路上呢，可能有一些人可能追求的是一个深度，那突破自身的一个极限。但是我是会被这种很美的这种水下世界吸引。那我想问一下，这么多的困难，这么多的艰辛，有没有什么支撑您的这种信念或者意志力？你付出越大，将来成功的几率越高。最后你成功之后给你带来的喜悦就越高。另外反过来说，如果没有困难，也不会交给我们科研工作者去干这些事情。既然交给我们，就说明国家需要，就肯定要有困难。我这一生中可以说舒坦的日子我根本记不住，但是当你在海上历经那么多的事情时，所有的事情永远都历历在目，你不会忘了。我讲这么一个故事啊。有一回呢，我们出海的时候，有一个记者上船的时候，他特别兴奋，因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啊，那这么大个船，远洋嘛，一般的都是3000到5000吨这个船。结果呢，上船之后，他头2天基本上滴食没进，只是喝了点水，就是晕呐，晕的他难受。吃什么吐什么，吃什么吐什么，他都不敢吃，然后就搁床上躺着。第3天海况是好点，他也逐渐适应了。那么呢，他出现在这个食堂了，但是呢，拎个桶，边走边吐，抱着桶，然后呢，跟那边吃饭也是，吃有时候就吐了。那个画面，不好意思啊，这个如果按现在时髦话就是常态，就是我拎个桶放在旁边，我这边边干工作，呕不行了我就吐。这后来他也说，他说我原来听说晕船很难受，但是没有想到哈，这个晕船那么难受，生不如死。哎，那么晕船到有多难受呢？有一个顺口溜哈，叫一言不发，2目无光，3餐不进，4肢无力，5脏翻头，6神无主，7上8下，9卧不起，十分难受。那么我们长期出海的人，他可能呢晕船寂寞这些事情，那么他体会了之后，所以我在陆地上我就感觉到生活在陆地上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你不是海洋人，你不可能说生活陆地上有什么幸福的，大伙儿不都生活在陆地上吗？那就是说我吃的苦比你更多，所以我的呢这个幸福的感受我也更多。按照老百姓话，就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不管你是做的什么好事坏事，都是要还的。谢谢老师。很多事情在我们想象中总是浪漫的，包括海洋，永远跟度假、跟阳光、跟沙滩连在一起。确实，那是海洋的一面。但是当海洋风浪骤起，当你在一次又一次科研任务中，因为很多的具体细节而焦虑、而担忧的时候，所有这些感受，可能我们没有过。但是有人替你在做这些事儿，也正是因为有人在做着这些事儿，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海洋。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不仅仅是在它的国土之上，更重要的，我们未来的空间还能延伸到哪里？太空也好，海洋也好，这都是我们生存的家园。为这些家园的守护者，再一次致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也感谢刘总师今天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一期开讲，感谢各位的收看，下一期开讲再见。